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Maylife， 我是 Grace。最近呢，可能分享 Neville Goddard 的内容也比较多，那大家呢都跃跃欲试，很想去运用一下潜意识，去帮助自己去实现人生中的一些目标。但我最近最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很多人问我说，我实现这个目标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？这是我最近最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。因为有的小伙伴吧就说，好像你说用潜意识吧，你说它没用吧，但好像周围有一些朋友有很好的效果，但是你要说它有用吧，好像到我身上呢，我什么都没有实现，所以就开始纠结这个时间的问题，开始问我说，这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呀？我的潜意识到底有没有听见我的这个意愿呀？我到底有没有成功的影响我自己的潜意识？就开始纠结这个问题。那对于这个问题呢，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。但是 Neville Goddard 他的一位学生给了一个很有趣的答案，我觉得可能会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就像大家说的一样，关于这个潜意识啊，你说让我观想呢，我也观想了；让我做自我肯定 affirmation， 我也 affirmation 了；然后做 journaling 写日记，我也写了。可是就是效果不明显，就忍不住去问自己，到底这个需要多长的时间？那 Neville Goddard 说，就有人也问 Neville Goddard 他说，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他的一位学生引用圣经里的一句话，给了一个非常妙的解释。Neville Goddard 呢有一次在洛杉矶讲课，因为他讲课也是有他自己的风格嘛，他经常会引用圣经里的一些小故事，然后给予他一个自己的理解去讲给大家。这时候他就有一个学生就问他，请问 Daniel 12:6-7这个章节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话我就不重复了，大意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在水上走，当然圣经里很多是比喻嘛。这个人他在水上走，当时他就问说，这种神迹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？然后这个答案呢就是 time times a half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学生就问说，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么刚才说啊，诚实来讲，我也不知道这段话是什么意思。但是呢，就是大家不妨就自己去体会一下呗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有一个观众说我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然后这个女士就分享了自己一个很有趣的经历。她说有一天呢，她呢就是在读这段话，读这个章节，她也在琢磨这个 times a half 到底这句话什么时间，多倍的时间，一半，这究竟有什么意思？于是呢，她就在半梦半醒的时候，她说也不知道是灵感呀，是梦啊，他就有这么一个经历，他就感觉看见一个老太太，就好像梦见一个老太太在做一个摇椅，就是那种老式的摇椅，就这样一遍一遍的摇。当时呢，他就突然来了这个灵感，他就说我明白这个答案，这个关于时间的诠释是什么意思了。他就说 time， 第一个 time 时间呢是说你要来到一个你的想象已经完全实现了的，你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了的这个时间。那第二个 times 多重的时间，就是说你这个想象要反复的进行。那第三个 a half 就是说这个想象的时间要在你半梦半醒，就是一半的时间来进行。当然这是他自己对于时间的一个诠释。Neville Goddard 呢就借用了这个女士解释的这个机会，就告诉大家说，其实关于他的这个灵感来的到底对不对，他的这个诠释到底对不对都不重要，而是说他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理解。任何你可以在实践中去检验的事情，任何你可以去尝试的事情，对你来说都不是一个损失。所以呢，他也就是让大家说不要去纠结这个时间，是一天也好，一个星期也好，一个月也好，就是你要知道，只要你要抱持一种什么信念，就是不管多长时间它是会发生的，这是你需要去秉持的一个信念。然后运用这种信念呢，在你的生活中呢去自己的实践，你要去实践去检验到底潜意识行不行。那别人都说行，但是到了你这里不行，它就是真的不行。所以呢，你就要去实践，到底看一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自己是信服的。Neville Goddard 说啊，他的有一个老邻居啊，就是有一天就是来找他说，你看怎么办啊，我有一个猫，因为他已经年纪很大了吧，可能已经8岁多了，或者是比这更大。他现在呢就是突然也不吃东西了，然后就躲在床下面，感觉就不行了。
然后带他去看了2个兽医，这2个兽医都说呢，你这个猫可能是就是不行了，而且他现在非常的处在痛苦之中，就是建议他要不然就是考虑一下安乐。但他内心呢，就是还是说，就还是抱存着一丝希望与不舍吧。他就说 Neville Goddard， 他就跟说，你不天天教人家想象力啊什么的，那你跟我说说我这个该怎么办呗。然后 Neville Goddard 呢就跟他讲了一下这个潜意识运作的方法，然后这个老太太说，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回去试一下。于是呢，他就回去，在这个半梦半醒、快要睡着的之前呢，就想象他这个猫，哎，突然呢就已经活力四射了，就像他平时一样，开始在家里挠挠沙发呀，挠挠他的家具啊，开始玩他的球呀，他就进行了这样一系列的想象，并且最后达到了一个觉得很满足、很欣慰的这种感觉，他就睡着了。他睡着睡着呢，到早上5点的时候，突然他就觉得好像有东西在抓他的这个床单，然后又听见喵喵喵的叫声，他就当时很担心啊，他就觉得是不是我这个猫不行了？然后他就赶紧起来一看，结果这个猫呢好像就是饿了，就一直在抓它。后来他就给了它一袋牛奶，这个猫喝完以后呢，还继续喵喵喵，然后他又给了它牛奶，结果这个猫呢就喝了很多牛奶，就很满意的睡着了。就第2天呢，这个猫就恢复正常了，就开始该抓球呀，该抓家具了，而且后来这个猫又很健康的活了5年。所以如果再有朋友在纠结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啊什么的，我觉得这句话真的也许是对所有人的一个解答， Time times a half。 那今天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例子吧。那当年我读研的时候呢，就有一段时间很想在学校里找一个助教的工作。那你如果当助教呢，就需要有3封教授的推荐信。当时啊，我们这个系呢有一个教授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，也不是说这个教授他背景有多牛或者怎么样，但是就是这个教授他很有人格魅力，而且讲课非常有活力，又非常幽默，反正就是大家就是非常喜欢。然后我就当时在心里就暗暗的想说，哇，如果这个教授他能够给我写推荐信的话，那肯定是一封充满了说服力，就是很棒的推荐信。但是因为当时我们上课可能有200多人，那么多人呢，就教授就可能认不清谁是谁，尤其是可能他们外国人看我们亚洲人又长得都差不多，他也分不清楚谁是谁。所以我就在想啊，我如何脱颖而出，让这个教授记住我呢？当时这个教授他有一个自己的传统，就是他并不是说可能就是你期末的那一次成绩就会作为你的 GPA， 而是说我们一个学期内有4次非常大的测试，然后结合这个期末的成绩在一起，会平均成我们的一个最终的这一门课得到的 GPA。 然后呢，这个教授呢，他有一个自己的传统，就是在这4次非常重要的测试的时候呢，他都会就是把这个测试的第1名就给他们像小学生一样发一个奖状，就是感觉还挺可爱的，就是会让你，因为我们上课就是在一个类似阶梯教室啊，礼堂一样很大，然后呢就感觉有点像颁奖一样，他就会在那个前面喊你的名字，然后你就会从那个尤其如果你还坐在后排的话，你就会咚咚咚咚咚跑下去到那个前面去领奖，而且呢他还会跟你握一下手，这样对你表示一下庆祝。当时我就在心里暗想说啊，如果我能这个测试能够拿第1的话，我是不是就能够让这个教授记住我了？然后但是这是很悲催的事情是，当时我们系有一个女生就是挺厉害的，就是考试挺厉害的，她每次呢都是这个测试的，就前面我们已经考过2次了，她2次还是3次，她都是第1名，而且她的这个第1名是不容辩驳，就是她就是满分，知道吗？就是没办法超越，就是满分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我怎么能超过她，变成这个当一次第1呢？然后让老师认识我呢，记住我呢？然后也不是说我后来就是很用功的努力吧，但是我当然是努力，肯定是努力在的，但是因为我当时还要
在校外打工啊之类的，就是并不是说把我100%的时间都用在这个事情上了。但是我也是当时略微了解过 Neville Goddard 的一些理论，然后我当时也进行了一次想象，在我这个想象中呢，就是我到了这个台前和老师握了一下手，而且呢我还感觉到了他的手的这个温度，而且在这个想象中我就觉得这个画面还蛮真实的，我自己还挺相信的。结果就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呢，我真的是拿了满分，而那个每次都是满分的，Hello 我同学，他呢那一次好像是拿了98吧，反正就是我唯一的一次超过了他，然后就真的跟我想象一样，就像做梦一样，我就到前面还跟老师握了一个手，后来老师也真的是帮我写推荐信了，很感谢老师。好啦，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，我就觉得吧，大家真的是不要去纠结这个时间的问题，而且呢，其实这也不是你人生就是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，而是说这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，你就是多了解一些方法呀，多扩展一些眼界啊，你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吧。就是大家也不要去纠结说哇，我就一定要让潜意识为我服务什么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就是顺其自然，顺心的过好生活就行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